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一年来，通货膨胀的呼声不绝于耳。目前普遍的预测是，随着疫情的好转，经济在未来几个月会逐步复苏，到那个时候，资产价格将会飙升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，通货膨胀在未来几年会持续走高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：加拿大会迎来大通胀吗？在当前，通胀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房产营销工具。从去年疫情刚开始爆发以来，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就持续火爆。目前已经初步能够看到金融危机时房产泡沫的特征。第一，房价相对历史平均水平过高；第二，房价包含了太多快速升值的预期；第三，大部分购房是通过高杠杆实现的；第四，大量买房者的目的呢是为了保值增值；第五，收紧借贷政策可能随时刺破泡沫。虽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，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。由于没有持续的现金流注入，高杠杆无法支撑，这直接导致了金融体系出现崩溃。美国房价在2004年到2006年之间上涨了30%。并且相比2000年上涨了80%，这是二战后美国房价涨幅最大的10年。这也带来更高的借贷比例，更多的人进入房地产市场。那个时候，整个经济开始出现泡沫特征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，很多人就像今天一样担心通货膨胀将会失控。美国人民持续加杠杆消费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大量的借贷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长。贷款数量不可能无限增长，存款利率也不可能无限下滑。当债务到期的时候，就出现了现金流问题，通胀率不但没有上升，反而下滑得更低。当然，推动美国房产泡沫形成的不仅仅是低的利率水平，还有容易的信贷、宽松的监管以及危险的金融创新。美国家庭债务比例从2000年的85%上升到2006年的120%。再看看加拿大现在的家庭债务比例，2020年第三季度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比例竟然高达170.7%。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，在全球发达国家中，加拿大今年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增幅最大，超过了日本、美国和英国。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0年11月，加拿大家庭抵押贷款债务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7.4%，债务总额达到了近1.66万亿加元。加拿大会议委员会认为，直到2023年才会看到利率再次上升，这可能会继续推高房价，抵押债务总额将再创新高。加拿大最大的专业服务公司 MNP 发现，有47%的受访者担心，如果利率上升会使他们陷入财务困境，因为当利率开始上升的时候，债务成本也开始上升，这将使新的贷款人大量减少，因为借钱成本提高了，借钱的人少了，将导致消费开始下滑。当人们减少支出后，价格下跌，经济就开始下行。这种情况将会使持有现金等短周期资产吸引力变大，持有房产等长周期资产的吸引力变小。如果资金撤出，将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下跌。如果借贷成本开始增加，家庭预算将承受巨大压力。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，加拿大和美国的通胀率开始了长期的下降，在1991年左右进一步下滑。自世纪之交以来，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缓慢前行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国和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更关心的不是抑制通胀，而是为什么通胀率经常不达标。直到最近，疫情的2次大爆发让通货膨胀的担心再次出现。对通货膨胀发出警告的人认为，家庭和企业在银行账户中积累了大量资金，政府在疫情救助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。巨大的消费能力和超低的利率结合起来，不难想象，当政府放松封锁的时候，将会出现一波消费浪潮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通货膨胀可能会再次爆发，
因为需求超过了商品生产和服务的能力。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在他们的新书《人口大逆转》中指出，通胀将在未来10年卷土重来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球人口的老龄化。他们认为，随着全球退休老人的比例上升，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会下降，工人日益短缺将给他们带来新的议价能力，最终会让他们赢得更高的工资。但是，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，在考虑通货膨胀之前，投资者应该看到，当失业率在1年前达到半个世纪的最低点的时候，没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将会失控。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，很难看到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。目前，加拿大的通胀率正处于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0年12月份，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仅为 0.7%。凯投宏观全球经济学负责人詹妮弗·麦基恩认为，通货膨胀将在未来几个月在全球内回升，但这只是暂时的投机驱动，而不是需求带来的驱动。加拿大央行在政策声明中告诫称，尽管未来几个月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上升，但央行认为直到2023年，通货膨胀率才能回到 2% 的目标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艾琳娜认为，随着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的增长，消费增长将趋于下降，这也会拖累通货膨胀率和利率。看看现在的日本，他们已经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同时也是通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为了使经济走出通缩，日本央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实施多年，但至今仍未实现 2% 的通胀目标。有的人会说日本不是移民国家，其实那早就是过去式了。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统计数据，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连续7年增加，2019年创新高，达到282万人。根据一份国家报告，尽管加拿大在2次疫情大爆发中感染率很高，但距离实现群体免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基于去年10月至11月加拿大献血中心采集的33680份血液样本的分析，只有 1.5% 的加拿大人检测到有抗体。现在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，有人看空，有人看多。加拿大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警告说，在第二波疫情经济急剧下滑的时候，如果政府不能为加拿大人提供财务支持的情况下，这可能导致失业率达到 25%， 房价也将连续下跌3年，跌幅接近 50%。 然而另一面，加拿大退休金基金正准备增加房地产投资，他们准备押注房地产市场将转变为疫情消退后，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城市居民将返回市区，并带来房价回升。根据加拿大养老金投资协会的数据，加拿大养老基金在2019年持有的房地产资产为2787亿美元，比2018年增长了 4%， 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房地产持有者。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来，加拿大出现大通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在未来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，我觉得除了刚需购房者可以考虑出手以外，对其他人来说，最安全的做法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